近2年来，全球经济萧条持续，物价高、收入低、增长低，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然而，印度却一枝独秀，不仅连续3年经济增长超过7%，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榜首。除了经济数据喜人，股市也年年翻红。1月23日，印股市以总值3.4万亿美元超越港股，成为全球第4大股票市场。大盘指数从2020年的1月的26000点涨到如今的72000点，翻了整整3倍，可谓是一片欣欣向荣。繁荣的股市对于印度大量的低收入人群来说，是实现财富增值的聚宝盆。股市的不断上涨是更多散户入场投资的根本原因。国际上，印度也是备受赞誉，对得起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世界一级的称号。政治上，2023年印度主办了上合组织国家元首峰会和20国集团峰会，美、俄、日、德等大国领导人纷纷访印谈合作。经济上，标普、高盛等评级机构预测到2030年，印度将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第3大经济体。印度政府则预计3年以内，到2027年，这一目标就能成为现实。看印度经济增长的强势劲头和日德的疲软经济，或许还用不了那么久。更为利好的消息是，印度要成为下一个人口红利的受益国。2023年，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1大国。苹果、高通等高新技术企业也在印度投资建厂，将制造业产线由中国转移到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加，使许多人看到了下一个入市之初。通过2亿件衬衫换飞机实现经济腾飞的中国，制造业的中心转移仿佛也是进行时。印度要从世界办公室转型成为世界工厂。伴随着经济的高歌猛进，莫迪政府已经在着手准备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宏伟蓝图了。从纸面上看，印度世纪已经近在咫尺，新的世界一级正要诞生，但现实真有那么美好吗？在印度经济崛起的表象下，一系列长期未能解决的矛盾已经成为阻碍发展的深层毒瘤。印度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以及产业政策是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宝。印度人常说自己比中国晚发展14年，说的就是1992年的拉奥改革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间的时间差异。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政府采用半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我国60到70年代类似，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消费品制造业为辅。虽然在建国初期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和国防基础，但难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但进入80年代，经济增速疲软，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政坛混乱，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社会迫切需要变革。1992年，拉奥政府开启了以自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推动印度经济的转轨。当时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全球化进入前所未见的发展高峰，第3次科技革命也加速推进，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印度是一个大国，消费市场极大，无形资产利用率高，服务业的前期投入低，成本在庞大的国内市场面前容易被摊薄，而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在大市场下容易产生经济回报，技术扩散效应好，人均技术成本不高，可以充分利用印度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源优势，使其产业结构日益合理化。大规模的生产可以摊薄成本，提高收益，而多余的收益可以通过加大科研投入的方式反哺先进技术，从而进一步培育创新生态，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印度国民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跳过发展低端制造业的过程而一步登天，占据产业链制高点。因此，作为新兴产业的信息技术产业就成为了最适合印度当时国情的产业。当时的印度政府认为，需要抓住此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第3产业。此后，印度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政策扶持、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如今，第3产业已经占据印度经济份额的60%以上，印度也成为世界第2大软件出口国和第1大外包国。自拉奥之后，虽然印度历届政府的政党归属、政治主张不同，改革的重点、方式和力度都有所差异，但都贯彻了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力图为印度经济发展塑造良好的制度基础，不断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但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
东亚国家将开放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拥抱外商投资，全力发展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将外贸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创造贸易顺差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再利用贸易积累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的内部投资，反哺产业升级，同时以开放倒逼改革，解决企业特别是外商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推动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制度基础。而印度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土地制度、劳工法案、税收制度等基本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成为阻滞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就以土地制度为例，印度原有的土地征收制度非常严格，规定征收私人土地需要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征收公司共有土地需要7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且进行高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而印度长期处于小农经济中，土地较为分散，可以说只要有一家当钉子户，整片土地的征收就要受到影响。而众所周知，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土地，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国家统一进行征地，但现行土地制度使土地征收成本非常高，这对非农业生产都相当不利。这些制度障碍推高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也阻碍了国内外的投资。服务业能够更有效地规避掉土地、劳工制度的限制，但依靠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印度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的市场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萎靡不振。这与东亚模式最不同的一点就是无法通过出口形成贸易顺差以积累资本。而服务业并没有如期待那样带来高额税收，也没有带动印度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吸纳就业人口，反而使印度陷入高额的贸易逆差和低劳动参与率的困境中。一边要给中日韩等制造业大国交钱买制成品，一边还会因为工会的强大势力而给没有创造多少价值的劳工以及闲人发补贴。印度的财政赤字就连年攀升，赤字率每年都超过6%，是国际惯例3%警戒线的2倍以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使政府没有更多资源用于基础设施的更新以及教育科技水平的提升，这使得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一直是印度的短板。印度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火车脱轨、桥梁垮塌等安全事故屡见不鲜。2017到2021年间，印度共发生2000多起列车事故，其中70%的事故都是由于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导致。印度的电力供应缺口也很大，除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其他地区经常停电。教育就更不用说，印度只有1亿人的笑话讲了许多年，直到现在，印度15岁以上的识字率都不足80%，大约90%的人口没有受过任何职业培训。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没有高素质人才而无法转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印度的现有模式必须要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新布局。由于人力成本上升和地缘政治因素，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制造工厂搬出中国，而人力资源丰富的印度成为主要的制造业转移目的地之一。因此，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就将工业化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转而大力扶持制造业。2014年，莫迪政府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 GDP 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超过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与之相匹配的是，莫迪政府开始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和通讯设施建设，在10年时间里新建了4万公里公路和70多个新机场，翻新了1000多个火车站和10几个港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莫迪政府也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村通网。从互联网渗透率看，新冠疫情爆发后，印度互联网人口加速攀升，到2024年预计能够实现14亿人全覆盖。莫迪政府的工业化经济战略从结果来看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及时调整了印度偏重于第三产业的经济结构，更新了全国的基础设施，引进了一批先进的制造业企业，推动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发展。然而，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不可避免的要面临2个问题：钱从哪来，以及钱怎么分。大规模基础建设需要长期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为将基建投资的 GDP 占比维持在3%以上，莫迪政府未来每年要筹集超过1500亿美元资金，但苦于政府债台高筑，能动用的财政资金有限，政府信用评级降低也会拉低国家投资形象，减少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欲望。因此，仅靠财政很难维持这种高强度投入。为此，莫迪政府推动税制改革，提高税率，扩大税基，提高财政汲取能力。
更重要的是，莫迪将其执政古吉拉特邦的经验运用到国家治理上，即依靠寡头财团建立裙带关系。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就与阿达尼集团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登上总理大位后，他也积极利用大财团的资金推动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2019年之后，阿达尼集团迅速成长为全国性的大财团，市值从不足80亿美元升值超过2000亿美元。据印度财政部统计，莫迪的第一个任期内，政府财政支出仅占印基建投入总额的72%到75%，剩余差额大部分由私人资本填补，且主要来自阿达尼、信实、塔塔等实力雄厚的大财团。他们以家族为中心，家族成员控制着企业经营的核心岗位，大多与政府部门之间有密切的权钱来往。这些财阀的业务多集中在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包括纺织、石化产品、基础金属等。尽管近年来有所涉及 IT、通信和服务业领域，但并不拥有什么核心科技，任人唯信的政策也使其管理并不专业。美国知名做空机构新登堡就在一份报告中严厉抨击阿达尼家族成员利用职务之便在海外进行税务欺骗和空壳交易。至于产品质量，对比中国企业在孟加拉、马尔代夫的建设项目和印度国内的建设，就不难发现，这些财团的实力在市场上没什么竞争力，他们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也限制了出海的步伐。尽管如此，莫迪执政期间，政府和寡头依然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政治关系，财阀集团能够获得政策支持，从银行得到大量贷款，扩张市场份额。阿达尼集团就利用与莫迪政府的关系，推动莫迪改变机场竞标规则，从而在2018年获得了6个机场项目的建设权。财团帮助政府填补基建投资缺口，而政府又带给他们利润丰厚的工程项目和盈利稳定的特许经营权。在通讯、发电、港口等现金流比较稳定、可以持续盈利的领域，私人资本的作用更加突出。目前，印度财阀控制着印度25%的港口、45%的水泥生产、1/3的钢铁产业、近60%的电信用户和45%以上的煤炭进口。可以说，如同赛博朋克文艺作品中所说的一般，巨型企业垄断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替代了政府的职能。印度经济报在一篇文章中称，今天的信实集团是埃克森美孚、亚马逊、阿里巴巴、网飞、谷歌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而为一。更值得注意的是，阿达尼等大财团还凭借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放大金融杠杆，以发债招股等形式从国内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这种政府通过财阀自海外融资的机制，客观上已成为莫迪政府补充基建资金的重要方式。为了防止竞争力更强的国际资本冲垮国内经济，印度政府还出台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要求外资必须与国内资本合营企业，并不惜利用税务、征地等各种行政手段抑制外资影响力。印度外资坟场的称号也由此而来。这样，国内外的资金就被政府和财团一道3期分账了。过度依赖寡头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印度经济增长，但蛋糕怎么分就成了新的难题。尽管莫迪的计划打着国家建设的旗帜，但印度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分配却呈现出极度不均衡的特征。印度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看似是保护国内企业竞争力免受中国和东南亚的冲击，但小中企业苦于资源有限，无法正常扩张业务，但大财阀旗下的寡头企业却能垄断大量社会资源，赢取国家大型项目和外商合作机会，赚取垄断利润。2022财年，在印上市公司中最大的20家企业创造了所有部门80%的利润。在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10年代期间，印度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0%上升至22%，远超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统计显示，2012到2021年，印度创造的财富40%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财富流向了底层的50%。有学者给印度起了个富豪统治的外号，也不是空穴来风。印度金融系统同样存在巨大隐忧。2008年之前，印度经济高速增长，如同国内当时如火如荼的地产行业一般，企业看好经济形势，给自己加了许多杠杆。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内外部需求低迷，企业产能过剩，偿债能力显著下降。印度政府为应对经济下滑，推行财政刺激政策，但不像中国等东亚国家，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外贸积累下的资本盈余进行投资。赤字下的印度政府只能选择提高债务，特别是鼓励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金融部门投资基建、钢铁、能源等重资产但盈利能力较差、偿债能力不足的行业。
这些行业又恰恰被上面说到的寡头垄断。而银行放贷过程中缺乏尽职调查，裙带关系横行，坏账率逐渐升高。在印度经济走弱后，这些产业的债务就成了隐藏在银行报表中的坏账。莫迪政府2016年推行的废钞令，2017年推行的税制改革等激进措施，本意是扩张税基，为大规模基建提供资金，但带来市场流动性恶化、企业融资成本增加等副作用，银行坏账率反而进一步上升。莫迪政府虽然利用高负债跨过基建门槛，但接下来还要看印度能否依托基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印度政府这几年的基建投资强度不输我国世纪初，但经济增速，尤其是推动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不如世纪初的我国。如果速度不尽人意，不仅难以维持当前的基建投入强度，反而将被困于超前基建中，只能借通货膨胀获得财政的喘息空间。印度股市的繁荣也几乎完全依赖财阀。截止2023财年，印度财阀旗下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18%左右。印度烟草、信实、塔塔等20家公司垄断了整个印度股市50%以上的权重。7家阿达尼公司贡献了印度2022年市值增长的79%。为筹集资金，寡头通过自己控制的电信、传媒机器诱惑普通百姓入局。印度以 IT 立国，莫迪政府又大力推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设施的建设。印度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也像前几年的蚂蚁财付通企业一样野蛮生长，而印度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尚不健全，许多的农村人口仅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在交易所开户。而且印度的年轻人失业率高，25岁以下失业率达到45%，有大量的小镇青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们年轻且赌性十足，看到宝莱坞里纸醉金迷的生活，都毫不犹豫将钱投入到股市里，做着一本万利的美梦。据印度一家大型交易平台的数据，65%的客户是第一次进行股权交易，60%的新账户来自于小镇居民，而平均年龄是29岁。然而，印度股市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政府控制的融资平台和寡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高额的债务使这些机构抗风险能力极差。2018年9月，印度基础设施租赁与金融服务公司因连续出现债务违约被印度政府接管，引发众多非银行机构资金链断裂，印度股指和卢比应声暴跌。印度版雷曼危机是印度影子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监管缺失的缩影。这一影响一直波及到2020年初，期间还有2家国有金融机构和1家私有银行出现违约问题。2023年1月，新登宝报告显示，阿达尼集团杠杆率严重超标，阿达尼集团股票全线暴跌，拉动印股大盘下跌，一度引起国际资本重新审视印度投资机会。如果金融服务业不够壮大，监管机制不够成熟，再庞大的泡沫也可能一戳就破。今天欣欣向荣的企业，明天就可能是引发股灾的元凶。是金子总会发光，金砖国家这一称号包含着新兴经济体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愿景。过去10年，美西方舆论曾多次高调预测并吹捧印度崛起，也曾因印度经济遇到困难而发出褪色金砖的感叹。但印度并没有快速崛起，也没有沦为褪色金砖。美西方每一波舆论自嗨都输给了现实。说到底，这些言论总绕不开印度的北方强邻，仿佛印度只是用来拉踩中国的工具人而已。这些言论往往忽视了这个14亿人口大国非常复杂的国情社情，简单套用西方范式或模型来预测所谓的印度事迹，只会助长舆论盲目乐观情绪，忽视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印度与中国发展阶段不同，国际环境的复杂及其自身国情的限制，使印度很难复刻中国奇迹。只有立足本国国情，拆除隐藏于浮华表象下的暗垒，印度奇迹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